大家好，我是小丹。还有不到1个月就过年了，过年吃饺子少不了腊八蒜，但是腌制腊八蒜时只放醋就错了。教你一招，8个小时就能变绿，清脆开胃，特别的好吃。一起来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些大蒜，在挑选大蒜的时候最好选择这种紫皮大蒜。紫皮大蒜里边的活性物质更高，腌出的腊八蒜更加好吃，也会更加脆。之所以这种蒜的名字叫做腊八蒜，是因为每年腊月初8这一天腌制，等到春节我们吃饺子的时候刚刚可以腌制好。腌制的时间一般都是20多天，比较复杂并且比较麻烦，还要等很久。所以说，想吃腊八蒜的朋友们都耐不住性子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，腌制速度快，并且腌出的蒜十分的翠绿，制作时长也非常的短，8个小时就能腌好，并且做出的腊八蒜脆爽开胃。将大蒜外面的老皮去掉之后，我们将大蒜掰成小块。一般情况下，剥大蒜的时候都是用指甲一点一点的把蒜皮剥掉，但是每一次剥完都特别伤指甲，并且剥的蒜也经常带这种薄薄的小皮，剥完几头大蒜，感觉手都要废掉了。下面就和大家分享剥大蒜的小窍门。第一种方法就是取一半大蒜，用力一捏，这样蒜皮就裂开了，剥起来就容易了。将头尾去掉，这样能使大蒜快速变绿。这样大蒜就处理好了。另一种方法，把大蒜放到案板上竖过来，用刀将根部切下去，薄薄的切一层就可以。然后将大蒜放到案板上，使劲的拍几下，看一下蒜的干皮就全部脱落了。这样在剥的时候就会非常的简单，特别的轻松。因为蒜的根部已经被切掉，就不用指甲再去抠了，手就不疼了。并且去皮的时候用刀轻轻的拍过，每一个蒜皮上面基本都有裂痕，这样在剥蒜的时候既简单又方便，并且特别的轻松。碰到稍微小一点的蒜，可以左右来回拧一下。像这样剥2-3斤蒜，10多分钟就能搞定。这样做也可以减少最后切掉蒜根这个步骤。2-3斤的蒜放在一起，每个蒜的根部全部去掉，也需要很长的时间。像这样大蒜就全部处理好了，放入大一点的盆装，在里面加入2勺食盐，2斤的大蒜大约放15克左右的食盐就可以。加入食盐能打开蒜的细胞，这样我们在腌腊八蒜的时候变绿的速度就会明显加快。然后加入清水，用手搓洗一下，有一些大蒜上面还会沾着薄薄的一层蒜皮，这样清洗一下就可以把蒜皮搓下来，让它飘在水上面，稍微搓洗一下就可以。然后放一旁静置5-6分钟，泡的时间也不用太长。5-6分钟后将脏水倒掉，然后加入适当的凉开水。这里一定要加凉开水，再次清洗一遍。洗的时候将有伤疤的磕碰的大蒜捡出来不要，因为这些大蒜一旦破坏腐败之后，特别容易影响其他的大蒜，这样腌制好的大蒜就会有腐败的气味。洗好之后控水捞出来，准备一个盖帘，上面铺上一层纱布，这个纱布有一定的吸水作用，可以加速蒜晾干。如果有太阳，就放在太阳下晒一下，也就半个小时就能晒干。如果比较着急的话，也可以用吹风机吹干，这样几分钟就能搞定了。不过一定要记得要用微风，不要用太热的风，否则就会容易把蒜直接烫伤。用这个方法来吹大蒜，制作的速度也会更快，表面上基本没有水分就可以了。无水无油的锅中倒入100毫升的老陈醋，100毫升米醋，陈醋和米醋一样放一半，这样味道会更好。加入20克冰糖，加入冰糖能使腌出来的腊八蒜更加脆爽好吃。再加入20克食盐，开大火煮开。
煮开后再煮上5分钟，保证这个醋完全煮沸才可以，这样才可以把醋的香味完全激发出来。然后关火，放一旁晾凉备用。准备2个玻璃罐，放到开水锅里面，开大火煮5到6分钟，消一下毒。5-6分钟后，将玻璃罐取出来晾干水分，这里边的水分一定要晾干。将大蒜装入罐子里。北方每年腊八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腌腊八蒜，腌好的腊八蒜颜色非常翠绿，像翡翠一样，特别的漂亮。用来配饺子、拌面条或者是炒饼，都会搭配几瓣腊八蒜，开胃又解腻，非常的好吃。除了当做配料，腊八蒜还可以炒五花肉或者是炒腊肉，做出来的菜品也别有一番风味。装大蒜一定要装2/3就可以，不需要装的太多。然后将醋直接倒进来，醋放凉至60度就可以，温着的醋可以让腊八蒜腌得更快。醋不需要全部倒满，上面大概留2厘米左右的高度，这个空间是留给醋和蒜一起发酵用的。该让盖子密封起来。一般情况下，冬天的蒜要变绿，起码要20多天的时间。今天我们用的这个方法能让蒜快速的变绿，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温度。需要将蒜放到温暖的地方，比如烤箱里，也可以放到暖气屋里，这样蒜8个小时就可以变绿。这是腌了5个小时的状态，家里的小馋猫已经迫不及待要吃了。如果想要吃更加翠绿的，可以多腌一会儿。用这种方法腌制的腊八蒜颜色翠绿，咬上一口清脆又好吃，并且特别的开胃，味道纯正，做法也非常的简单，经常食用对身体特别有好处。喜欢的朋友就抓紧试试吧。我是小丹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哦！感谢您的支持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丹，刚从集市上买了一些猪大肠。猪大肠虽然看上去颜值不是很高，但是做好了比吃肉还要香。想要做出的大肠好吃，清洗这一步非常的关键。很多朋友在清洗大肠的时候，有的加醋，有的加碱，还有的加面粉，其实那样都不对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清洗猪大肠的小妙招，保证你清洗的猪大肠不腥不臭，特别的干净无异味。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把买回来的猪大肠放入大一点的盆中，倒入适量的温水，先清洗一遍。温水可以快速的把大肠壁表面的脏东西和粘液先清洗掉一部分，下面再清洗就比较简单了。然后将水倒掉，在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盐。食盐能给猪大肠进行一个消毒杀菌的作用。最主要的是，猪大肠本身有比较多的腥水和污垢，光用清水是洗不出来的。而食盐本身有比较强的渗透力，可以更快的渗入到大肠内，使大肠脱水。因此，猪大肠内部难以清洗的腥水和污垢，它会自己跑出来。然后在里面加入适量的高度白酒，加白酒能给猪大肠进行一个去腥增香的好处。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，一定要多给它抓拌一会儿。想要吃到美味的大肠，必须要经过清洗这一步。看一下里边的水是不是非常的脏，特别多的粘液。猪大肠腥臭，主要就是因为大肠表面的这个黏膜，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黏膜给它清洗干净。大约抓了3分钟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倒入适量清水，再清洗一遍。然后将脏水倒掉。接下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在里面加入50克粗玉米面。因为玉米面的纤维比较粗，具有非常强的摩擦力，并且吸附力也非常的好，能吸附大肠表面的粘液和脏东西，大大减少了腥臭味。很多朋友都是用面粉给大肠清洗，用面粉清洗大肠之后手上黏糊糊的，非常的难清洗，效果也不如玉米面。而用玉米面就不一样了，玉米面的摩擦力非常强，能轻松的把大肠表面的粘液给它吸附掉。
看一下，像这样随便抓2下之后啊，上面的粘液基本上都没有了。这个时候找到一边，边拉边往下捋，这样就能把玉米面和粘液一起卤下来。然后我们再用流动的清水清洗一遍。看一下，我们用玉米面清洗的猪大肠，用水冲洗的时候啊，也是非常的方便，随便一冲就掉了。好了，一面清洗干净之后啊，接下来我们需要给它翻过来，把里面也清洗一下。翻猪大肠也是需要有技巧的，我们从粗的这一头啊，然后先用手给它翻过来一点，翻过来之后啊，然后往里面灌入适量的清水，这样我们在翻猪大肠的时候啊，就很轻松的把它翻过来了。大肠翻过来之后啊，大肠里边的这层油很容易粘附脏东西，并且吃多的话也容易发胖，可以把这层油去掉。喜欢吃香一点的，可以稍微留一些。大肠上的油处理完之后啊，我们需要继续清洗，在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盐，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清洗，再加入适量的高度白酒、玉米面，再次下手给它抓洗一下，抓洗个3分钟。肥油的表面会有一些脏东西，玉米面可以有效的把这层脏东西吸附出来。3分钟后啊，倒入适量的清水再清洗一下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强劲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看一下大肠的外侧非常的干净光泽，没有一点粘液。我们给它翻过来，很多朋友都认为像这样我们的大肠就清洗干净了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因为大肠这个光滑的一面是装粪面的，如果洗不干净的话，会又腥又臭。所以我们还要进行最关键的一步，能有效的去除大肠的腥味和异味，往里面加入适量的大米，因为大米有很强的摩擦力，能把肠壁上面多余的粘液摩擦掉。再加入1把茶叶，茶叶能很好的去除大肠里边的腥臭味和异味。加这2样东西能够使我们的大肠不但没有腥味、臭味，还有一股淡淡的茶香和大米的香味。用手充分的抓拌一下，然后用浓浓的清水冲洗2遍，像这样我们就能把大肠给它清洗干净了。看一下，大肠表面已经非常的光亮了，特别的干净洁白，一点粘液都没有，不腥也不臭，还有一股淡淡的茶叶和大米的清香味。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小技巧，所以清洗出来的大肠又腥又臭，非常的难吃。学会了这个清洗大肠的方法，保证让你吃一次就忘不了。清洗好的大肠吃起来也比较放心了，我们可以用来爆炒、红烧，或者是卤大肠都可以。喜欢吃大肠的朋友一定要收藏起来试试哦，方法非常的简单实用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我是小丹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哦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